会啊咧，伊咧想讲是真的啦。哇，这不得了了啊 ！Okinawa 好恐龙啊！这一块大地有这么的古老吗？其实不然啊。最主要这个地方会有恐龙博物馆、恐龙公园，是因为这里拥有1亿年前的巨大蕨类的植物，叫做什么？笔筒树啊，是日本唯一笔筒树的原生林在这个地方。而笔筒树呢，其实呢，在1亿年前呢，是跟恐龙生长环境有关系的。所以借由这里有笔筒树的原生林，它已经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亿年这么久了。那借由这里刚好有原生林，就把它弄了一个这个恐龙公园啊，这算是亚热带植物丛生的3元亚热带之森林，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恐龙的这一种游乐区。那这也是再次进化的一种旅游生态。为什么？因为我见到这几年来他们在推展的旅游方式是什么？老少咸宜嘛，小孩子也来，然后大人也可以来。因为一个国家除了天然原始，你不希望自然美丽的景象会改变之外，更希望的是什么？更希望的是它有一些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呢，它其实是可以变换的啊。所以 Okinawa 它为了招揽更多的观光客来到这边，所以它除了景观之外，它有很多的景点，它就要推陈出新。那再来这个恐龙公园，所以你看到这里就知道了吧啊，是不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呢？对不对？喜欢在这种自然原始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在看到的东西呢，不再是所谓的像是电视啦、电影啦、电动玩具之类的，所以 Okinawa 也非常非常的适合亲子之旅来到这里旅游的原因，也就是这样。Okinawa 这几年来，为了推展它的旅游，不断的推出了很多的新的景点，水族馆啦、恐龙公园啦，或者是它传统的一些庙宇啦、Okinawa 的 Outlet 购物商城啊等等啊、美国村啊，一直在极力的打造出 Okinawa 其实非常适合你来旅游哦。但是其实 Okinawa 本地日本人其实不太会来琉球这里收宅啊。大部分呢，日本人呢，拢会来到对，拢会来到石垣岛这个所在去佚佗。反而真正日本人本地人来到 Okinawa 较少。但是呢 ，Okinawa 非常受到台湾人的欢迎啊。最主要除了距离离台湾非常的近之外呢，联航的诞生拉近了台北到 Okinawa 之间的距离。使得呢票价变得比较便宜。Okinawa 没有像以前日本本岛，你看去 Okinawa 玩却要付到日本本岛那种价格，再加上 Okinawa 这几年来推展的休闲度假旅游风格，非常打中了台湾人喜欢旅游的心态啊。航程短，时间短，又可以走向这种自然淳朴的，不太像是日本的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但是又有日本的氛围。那这几年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家来啊。那消费想当然呢也是比较便宜啦。除非你在国际村在市中心会比较贵之外呢，其实它的其他的地方的消费也算是比较便宜的。那走到恐龙公园来，当然看到的就不是大山大海咯，看到的就是呢它所设计出来，但是也是不得了啊。你看看这恐龙，它在设计的地方，它不是固定把它摆在左边或固定摆在右边，它有一些恐龙呢，
就设计在哪里啊？设计在道路上，你走过去的道路上，或者是设计在这个亭子的凉亭旁边，让你有这种身临其境啊！这只恐龙的那个动作怎么那么像诸葛亮啊？有没有那两只手啊？那黑嘞黑嘞啊？有没有像不像？而且呢，那个头啊，反而很像那个 Cookie 巴干星啊！各式各样的恐龙，我觉得富有教育意义啊，感觉还不错。如果你还没有来过 Okinawa 的，你其实可以来一趟亲子之旅哦。山原森林当中的恐龙在 Okinawa。嗨，我没有啊。阿姨照啊，阿姨照，大恐龙照日本。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算是落成率比较低啊，还是纬度的问题啊，还是地理气候，还是摩托车比较少？你来到 Okinawa， 你会发现呢，日本跟 Okinawa 就是都一样哦，他们的落成率非常的少哦，空气的清新度、干净度呢，哇，其实跟台湾简直没有办法比拟啊，完全不一样。听到了 Okinawa， 绝对不会不知道的就是美军驻扎在 Okinawa， 而这个地方美国村充满了美式的风情，很多欧美风情的特色小店，这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美式料理，填海造陆方式打造而成的超大型的购物娱乐区。这个地方在空军基地附近而已啊，所以它是道道地地仿照了美国文化所建造出来的美国村，逛街啦、饮食啦，都是非常非常美国风情的。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美军要驻扎在日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非战宪法。二战之后美国人呢打下了投了2颗原子弹，告日本日本人来讨下这条宪法，限制日本人的军事能力跟规模。所以日本的宪法第9条有规定了，日本没有宣战的权利啊，也没有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啊。而且当时的美军啊，你知道吗？付出惨重的伤亡才攻下了琉球，当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在这个当地的经营啊，就像是军事基地。美国把琉球交还给日本的代价，后来还是属于把它还给日本，但是呢，包含了什么？保留军事基地。那美国人呢？日本的国防能力基本上在二战之后的国防能力就变得很弱他必须依靠的美国自卫队的员额呢，甚至连台湾的军队都不到但是不一样虽然他自卫队的那个军额阿兵哥做借尔他叫自卫队嘛但是你知道吗他的武器却非常的先进而且你知道吗？日本在二战之后呢，他被限定军事武力只能在 GDP 的1%以下70%还必须用在这1%以下的军事费用跟我70%来的1% 来的70%呢，跟扣你人事费用。所以在非战宪法之下，你不能卖光亏整自卫都有问题北方有俄罗斯的威胁西边又有中国，邻近又有韩国，
对日本人呢，永远都是敌视的，尤其是在日本二战之前呢所犯下的重刑那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中国人仇日韩国人也其实不是很喜欢日本台湾人当然不一样，台湾人是非常非常亲日的那这跟历史渊源有很大的关系。那为了自卫呢，日本跟美国签订了保安条约，日本呢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就基于这个什么安保条约，什么意思啊？要美国人来保护他嘛，我让你设军事基地在这边嘛。那说实话，美国也乐于在这边设立据点为什么？我打那么久才把你 Okinawa 打下来，那么攻守还给你，当然不愿意而且这代表是什么？现在没有人在殖民地但这种形同你的军事由我控管，你这个国家稍微就要让他3分钟，天底下没白吃的午餐的能有自己的能力是最棒的千万不要去依靠他人就依靠他人呢，算是很笨的所以这几年来呢，日本人极力的想要开创自己的军队所以但是大家也害怕那日本与美国签订的保安条约呢，日本呢提供了基地给美军使用一方面呢，美军呢它也可以呢把 Okinawa 当作非常重要的据点，防堵中国向外扩张的一环，监视台湾、南韩情势的最佳据点一个很好的军事地理位置美国人也没那么笨他在这边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人不用花太多的军费发展经济就好了相辅相成了。那我们现在呢，准备进来这个海洋博公园来旅游说到了 Okinawa，不能忘记的也在位于 Okinawa 北部的美丽的海洋水族馆这里不只有各式各样的海底生物跟生态每当到热天的时候，还举办了盛大的海洋博夏日节，从白天就开始会有一系列的热闹活动。像是这个沙滩的水球啦、水枪大战啦，或是给小朋友玩乐的大型气垫设施啦，等等而且在这里呢，还有日本独一无二、难得可以看得到的什么水上祭典活动。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水上祭典活动那霸的龙舟祭。每年的农历5月3号到5月5号是 Okinawa 龙舟祭的举办。Okinawa 本岛跟离岛各地都会有热闹的龙舟比赛，为的是要祈求出海平安跟渔获丰收所以呢 Okinawa 祭典代表性的就是那霸 Okinawa 龙舟赛，叫那霸龙舟赛。他们使用的是非常大型的彩色龙舟让比试声势呢更为浩大。每一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Okinawa 的祭典，那个时候每一年都会吸引20-30万人，就像台湾的这个马祖有没有绕境日本也有很多的神社绕境等等祭典活动很多。那 Okinawa 的这个海洋博公园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花火，在日本祭典少不了的一环呢。在这里呢，结合了 Okinawa 的自然跟人文的夏日祭典Okinawa 大部分的祭典是以夏日为主，虽然我们在冬天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夏天是属于年轻人比基尼到海边去玩对不对？冬天对我们来讲，中老年人熊赞来到了 Okinawa， 这里的气温度刚刚好，恰恰好处，不会太热对不对？也不会太冷所以这个时候来 Okinawa 旅游呢，就多了一种非常具有春天气息的感觉这就是它最棒的地方。其实 Okinawa 不只有这个本岛可以玩还有深岛等等呢，也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除非你是坐邮轮不然单纯的坐飞机到 Okinawa 跟在石垣岛上呢，这个团费会变很贵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接受度就比较低毕竟台湾人选择来 Okinawa 旅游的时候呢，很重要还是要以这个价钱团费呢为一个主要的诉求
在看看海洋生物的时候，也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海洋生物其实也在指示着呢 ，Okinawa 有非常好的什么，有非常好的海洋生态活动。不管你叫琉球也好，叫冲绳也好，叫 Okinawa 也好，这3个地方基本上这个笑话很多人讲过。他来 Okinawa 来了3趟，因为人家约他来冲绳，他也来；人家约他到Okinawa， 他也来；人家约他到琉球，他也来。但是琉球这一词的地理概念，现今的冲绳县的群岛外，还多加了鹿儿岛县的安美群岛。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琉球是现今冲绳的旧名称呢。1429年到1879年之间，长达了450年左右的时间，曾经是独立的国家，称为琉球国或者是琉球王国。当时同为中国的藩属国，曾经像中国的明朝、清朝、朝贡花多少贡啊？琉球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历史方面有很多的交流。那个时候都把它叫做琉球王国，它每一年必须派使节到中国进贡给中国的皇帝。在明朝跟清朝的时候，那还是独立的琉球国时呢，在16世纪的时候受到了什么萨摩藩鹿儿岛的入侵。如果你去鹿儿岛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这一段的历史了，就赌鸡嘛哈，日本大和剧的赌鸡的历史啊，那就开始了日本人对琉球的统治。那个时候就开始统治了 Okinawa 琉球了哈。虽然说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它还是独立的琉球王国，但是呢，已经变成了一国两制了啊，一样啊，慢慢失去了主权，琉球这块土地呢，奠定了日本的基础。18世纪，日本全国实施了废藩置县的政策，当时的琉球国被编入了鹿儿岛县，隔年的名称也从琉球国变成了琉球藩，一直到了1879年，日本正式的并吞了琉球，废除了琉球藩，编入了鹿儿岛县。这个琉球这块土地从此正式改名叫做冲绳县。那这个时候呢，当中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小故事哈。那现今的行政区仍然归为鹿儿岛所管辖，这就是为什么琉球一词还涵盖了安美群岛的缘故。至于为什么会叫冲绳，似乎没有确切的答案。其中有一说是因为有海上的渔场，遥远之处。Okinawa 就是冲绳的英文名字，日文跟英文的念法是一样的，音同 Okinawa， 所以是英文名字叫做 Okinawa， 也是日文的翻译啊。那那霸这个名词就不是冲绳哦，那霸市是冲绳这一块土地上最繁荣的地方，也是冲绳县第一大城市。冲绳县政府就设在那霸市，冲绳其实就有着冲绳市。位在冲绳本岛的中部地区为第2大城市，也就是驻日美军加手纳基地。应该很多人爱看那个名嘴讲话的话呢，一定就有听过驻日美军加手纳基地，对不对啊？所以呢，很不一样啊。冲绳内的市营运动，棒球也是日本职棒春训集训的地点之一。琉球国变成了冲绳县，其实有一段时间冲绳并不属于日本，但是在2战结束之后，冲绳变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由美军主导诞生了所谓的琉球政府。当时的冲绳人前往日本，是要护照的啊，直到了1972年才把冲绳日本人美国人甲冲绳献给什么？献给日本这个倒行李啦就是这样来结束了美国27年的殖民，包含了美军还给他，但是却驻扎在这个地方一样啊。这样你可以了解 Okinawa、冲绳、琉球3个不一样的名称由来了吧？现今的 Okinawa、现今的冲绳，日本大多数的地方都一样，都使用的日文的标准语进行沟通。不过，冲绳还是保有冲绳自琉球国时代所引用的琉球语哦，跟日文是不一样的。老不会改，发音可以说是完全画不上边了，要学习起来了，超级有难度啊。而
现在当然不可能了哈，因为这个国家也没有完全的去发展这个语言，因为发展这个语言它也不会变成通用的哈。语言原本就是这样子啊，慢慢的语言呢会慢慢不见，慢慢的不见，慢慢不见，到后来呢，世界上可能呢语言会慢慢的统一成一种或两种，越来越少。现在的 Okinawa 的人很少能用当地的方言对话沟通，阿公阿嬷盖也赛哈。这1-2年呢 ，Okinawa 当地也透过电视推广方言啊哈，很多这个老一辈的也希望保留他的语言啊，但是呢，年轻人不学就不学哈，因为年轻人觉得哈，那学校在学日文跟英文就已经够头痛了，我还要再学这个地方方言呢，要我的命啊！而且学了之后也没有用啊，为什么？在国际上不能用，只能为了保存文化用，所以总使政府大力的推广哦，而日本的年轻人还是一样不学。这在我们看海洋博国家公园的时候呢，顺便了解一下琉球简单的文化。
们现在从海洋博公园啊，这个作业完看完整个海洋博公园的整个一个 program 的一个节目的表演之后呢，我们现在离开海洋博公园 Okinawa。在以前啊，很多人来到 Okinawa 的时阵啊，以前的台湾人来到 Okinawa 的时候，感觉讲这也无啥啊。这跟咱台湾的海边啊，拢相港哦。台湾的这个海边哦，马西安内哈，但是20年后再来 Okinawa 的人，很多人会说：哇塞，这种最淳朴的 Okinawa 反而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反观你再去看看台湾这几年来的生态环境，其实改变的比较多，依然还是有很多很美的地方，但有更多的地方，它的这个生态呢，已经被破坏了，已经改变了，没有再保留20-30年前那种淳朴、那种原始风貌了啊。但反观 Okinawa， 反观日本人，他们在这种环境保护上面呢，做的真的还是比较彻底，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20年后大家觉得这里还是非常的棒。也因为北部的海滩特别美丽，新源海滩，我们来到这里就准备做玻璃底船。其实水族馆跟玻璃底船，我更喜欢玻璃底船，因为玻璃底船是到大海去看鱼群，而不是把鱼群抓进来水族馆里面放着。在这儿，我们也将体会到完全不一样的 Okinawa 海底世界。近期来，其实台湾的旅游市场啊，出现了不是往更高端的产品走，而是下杀的非常严重。尤其是每一年的旅游展览啊，几乎等于是清仓促销特卖会啊。这些清仓促销特卖会呢，其实往往呢夹杂了很多的餐食治理、行程治理，很多的行程都是自由活动啊。那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的啊。所以我们来到 Okinawa， 当然有机会的话，如果不是坐邮轮来，我们这一趟呢是纯粹的来这边旅游啊，我们就怎么样准备去做玻璃底船啊、海龟啊，这个也是比较少看到，也是保育类的动物。现在我们在这边等船来啊，等船来了之后呢，我们上船去看看玻璃底船。海底观光船，坐上玻璃底船，看看海底世界，让不会游泳的人都能够一探海底世界的奥秘。我们来到琉球，是不是会觉得琉球呢带有一种很休闲的气氛？它是日本，但是你可知道日本人很长寿？很多人知道，但你可知道琉球在全世界已开发的地区当中，它的平均寿命比日本的还要高。日本算是已经寿命很长的一个国家了，但是琉球更高。在琉球人许多的疾病上面，就是流传的流行传染病呢都比较少，癌症少，心血管少，乳癌、大肠癌这一些像我们台湾人最会得到的大肠癌，胆固醇也少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吃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你看台湾人什么时候没事来搞了那么多大肠癌，对吧？几乎变成国病了，好吓人哦。但是呢，这个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那琉球人呢，他比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健康还有长寿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是琉球的污染少，所以光我们现在进来到这边，就准备看看它的海底世界。居民的运动量非常足，为什么？因为交通没有来得这么便捷嘛。
你看交通越便捷呢，人呢就越懒得运动，对吧？像台湾骑摩托车就很方便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小，因为呢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都可能是原因。但是很多人去研究了琉球人的饮食习惯，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因素。有个人口普查当中呢，有10万个移民到巴西的琉球人后代哦，发现他们的饮食已经巴西化之后，当地在巴西生活的琉球人平均寿命就减少了哦，所以吃永远是最重要的。在台湾大肠癌这么多，我告诉你，跟吃有很大的关系啊！一味的讲究便宜又便宜啊！你看现在每卡贵也大概的搞个病鬼，对吧？但是问题是在全世界所有原物料都上涨的时候，太便宜的东西怎么可能？好漂亮！哇！所以前面提到，你看呢，生活环境这么好啊，生态保护这么好，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因为保护环境太好的关系啊，所以呢，你说在我们台湾呢，如果我们台湾其实海底世界也有像这个样子啊，但是限定在某一区啦啊，但是在日本呢，这个就可能保护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就比较多，所以这是比较大的差异点。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琉球人呢，难怪生活会长寿是有原因的啦啊，跟台湾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不是台湾很差劲啊，而是真的要改哈，不然呢，像大肠癌这种疾病呢，等于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古宇利岛是很多 Okinawa 自驾游必安排的行程啊。自驾游就是自己开车啊 ，Okinawa 台湾驾照就会使坐车到 Okinawa 佚佗啊。到 Okinawa 北部这个所在，伊基本上甲咱头前所看到的这个水族馆啊是合作会，旁边是古宇利大桥啊，在这儿其实是一个浅滩，非常适合直接下去海边玩的。但是当然，我们来到这边是不会下去海滩玩的哈，我们是在这边欣赏美丽的海滩哦。Okinawa 的海边呢，其实越北边啊人潮越少，越北边的 Okinawa 越干净。像北谷的日落海滩，夕阳很美哦，但是呢，海水就没有像北边的来的那么干净啊。在古宇利大桥的两侧啊，这里的海水呢非常的清透啊。我刚刚前面就有提到了说，不知道是这个政府这个国家的关系还怎么样啊，但是它的环境保护其实非常好。我常告诉很多人啊，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做事情啊，一个国家有没有用力的在建设，你看它的城市建设，看它的环境保护，看它的道路，看它的城市的一些设备，你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在做啊。所以日本真的在这一点算是还蛮厉害的。著名的古宇利大桥也就在古宇利海滩的旁边啊，这个跨海大桥啊，所以来到家，咱得欣赏美丽海景，但边啊，而且这边啊呢，还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加特殊的哈，这个喷射飞船啊，哈，当中附近会使佚佗哦。但是今仔咱无看到，无一般来讲吼，这个所在其实有真侪海上活动，但是这海上活动呢，拢爱什么时阵？拢爱热天较侪人来遮做这个海上活动。这一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琉球团体啊，因为我们也推的不多哦。那成团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人都来过了哦。所以这一趟我们能够用这一次的机会，再好好的把 Okinawa 再介绍一遍，让大家了解，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琉球之旅。Okinawa 的国际上，了解一下琉球的历史，看看琉球王国的过去，看看现在的琉球。社会进步的很快，时代进步的很快，但是它并没有跟随的进步的非常的快啊。它有一点停滞下来，不是代表它的人民经济停滞了，而是代表呢，它把它原始生活部分最美好的那一块把它留了下来。